这倒新鲜。卖书的招贴，那叫什么段子呀？卖的是康有为的书。既是租界里洋鬼子办的包，那也没什么新鲜的，咱管他不着。这招贴词儿新鲜呢。啊，您看啊，康有为逃往海外赋诗言志，瞿洪基紫禁城内暗送秋波，快看呐，南海诗稿有机密。你别说，这还真是个新鲜事儿。小李子，这干明儿个，你把那书也买一本，给我瞧瞧。这，魏婷啊，哎，你说怎么办？苦肉计、离间计、拖刀计、调虎离山、借刀杀人，五计俱全，倒是万事俱备。那就事不宜迟。这里边最要紧的，是要李莲英亲自出面，就是还缺多少钱？40万两。40万两，我出。四哥，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，铁公鸡拔毛了。在这，阿玛，把这个给李莲英送去。阿玛，我说什么呀？哎呀，魏婷啊，如今咱们这些孩子，要让他们懂点事儿，真是太难了。哎，你的那些孩子，是不是也这么笨呢？哎，世凯家的那些犬子，怎么能跟王爷家的贝子比呢？拿这些伟大的孩子，比不得。我说阿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将功补过了吗？把这些都交给李莲英，什么也不必说，他知道怎么做。嗯。您交给我的差事吧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做到了。不过，这本书可不是买的，从哪儿弄来的，奴才还不能说，不然奴才就不好做人了。这通往外国的港口都开着，这香港还在鬼子手里头，这些个东西呢，总会有人偷运进来。只要你还敢把这些个东西找来，也就证明你是个忠心的。赠子酒瞿学正弘基，清瞿风骨过来人，盐殿光芒灿有神。风渡楼前频仰望，长沙如见曲江春。小李子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奴才哪有那学问呢？
这是康有为啊，称赞咱们那个瞿大军机呢，说他有风度，说他是国家的栋梁，仰望着他呀。哎呀，真好像是沐浴春风啊！老佛爷，奴才见着瞿洪基，也没这种感觉呀。那是你没学问。哦。文善化瞿君基、洪基，弹劾袁世凯步运，历年黄阁侍为监，去宁之南过拔山。若使河源功德旧，岂看龙节血斑斑。岂看龙节血斑斑。真是反了。老佛爷，谁反了？岑春轩，臣在。最近怎么没见你弹劾谁呀？臣是给太后把门的恶犬，臣不是狂犬。这就对了。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儿。我知道啊，你是个忠心的。我问你的这个事儿呢，你愿意说也好，不愿意说也好，就是别欺瞒我。臣尽忠太后，性命皆可不要，岂会有丝毫隐瞒？那就好。起来说话吧。谢太后。我问你，你这次到北京来，是不是先接到瞿洪基的信儿？是。不过，太后，瞿大人也是为了我大清整肃吏治，臣就是没有接到瞿大人的信儿，也会进京觐见太后，请太后明察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是。一匡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呢？奴才不敢。我听说大仓案的折子是瞿洪基让赵启麟上的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奴才知道。你怎么看呢？依奴才看，瞿洪基参的是奴才，但是他这份爱才之心，还是奴才该学学的。哼，你呀，是糊涂啊，还是愚蠢啊？奴才愚钝，请老佛爷开导。他这叫授意言官，阴节外援，你当他是真爱才？老佛爷明鉴。这几天我想了不少的事情，想着已死去的曾国藩、李鸿章，还有荣禄，这3个人，2个是汉人，1个是咱们满人，都是既能干又忠心的。曾国藩那个能干，你是想都想不到，可他又很忠心。难得的是，他的忠心
让我看得见摸得着。那时候你小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。再说李鸿章吧，他是曾国藩的学生，遇到的那些个事儿啊，什么洋务啊、外交啊、打仗啊，比他老师遇到的还难办万分呐。这些都是你经历过的，他那份忠心你也就看到了，那真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呀。还有荣禄，我一个疏忽就遭了翁同龢的陷害，在大西北窝了20年。可他从没有记恨过我。戊戌那年，我让他上军机处，他偏要上直隶。为什么呢？还不是给我把着军队，免得让我受康有为他们的害嘛。这3个人，我是老惦记他们，也老学摸着，看看能不能还有像他们这样的人。奴才没有他们的能力和忠心，让老佛爷操心，奴才该死。你呀，忠心也是有的，我也不用操心。不像有些人看上去清正廉洁，暗地里怀私挟诈，私通报社，窃权结党，差点连我都瞒哄了。你不会干这样的事儿，这我放心。你的那毛病的根儿啊，无非是一个才字，一筐啊。咱大清要是真给糟蹋的亡了国，你那财还从哪儿来呀？奴才知罪了，奴才改。哼，起来起来。谢老佛爷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我也不指望你能够改到哪儿去，经常警戒着自个儿一点儿，别那么张扬也就是了。我也知道，要论干事儿，你连一个小手指头都赶不上袁世凯。要他帮帮你，也正是我的意思。可凡事儿不能过了头。你回头告诉袁世凯，有些个事儿啊，也得悠着点儿。一定转告袁世凯。今儿个这番话，我都是掏心窝子的。毕竟是一家人，你也该知道我的心思。这给国家做事儿啊，一个忠心，一个才干，本来是缺一不可的，你要记住喽。可有时候咱找不着这样全乎的，这样的人上哪儿学嘛去？有些人呐是有忠心没有才干，这个嘛还可以让他慢慢历练。可有的人是有才干但没忠心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留着他的。我看是时候了，该找一条狗了。要它什么呢？太后都说出来了，怀私挟诈，暗通报馆，授意言官，阴结外援。既然太后是这个意思，那咱就在御史中找出一个人来，关键时刻揍他一本，他不就倒了？不成，这一步极为关键，千万不能有闪失。徐弘基是什么人呢？新官制以后，军机处只设了2位军机，他是首辅。自从戊戌年皇上罢免翁同龢，就快10年了，从来没有罢免过军机处的人，因为移动军机就是翻动朝野的大事件。按照洋人的说法，这叫重大的人事变更，有伤国本。太后固然有意罢免徐弘基，可是最后的决心难下。所以我们要找的这条狗要是条好狗，一点毛病都不能有。首先，它要正直，
要让满朝文武都认为，他出口咬曲鸿基绝不是出于任何的私心。其次，他要忠诚，要让太后觉得，他咬曲鸿基，一定是为了大清的江山，这样太后的罢免懿旨方才师出有名。这第三，他的文笔要好，他这篇弹劾曲鸿基的奏文要写得有理有力有节，让任何人没有反驳的余地。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正直、忠诚、文笔好，符合这3个条件的御史确实有一个，但是让他弹劾曲鸿基，那是绝对不可能。他是谁啊？吴玉鼎。他素有直升，是御史们的领袖人物。他忠诚，尤其是忠诚于曲鸿基，因为他原本就是曲鸿基的学生。他的文笔也极好，在朝中有一个绰号叫“一支笔”，说的就是他弹劾奏章的厉害，有一笔横扫千军的美誉。而且多年来，他从来不被任何人所收买，即使是权倾当朝的大官，也敢冒死弹劾。这几年，曲鸿基所有与大人为难之事，都能看到吴玉鼎的影子。您想，像这样一个御史，他怎么可能成为咱们的一条狗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就是他。县城啊，一个正直忠诚又有才干的御史，要是能够出面弹劾曲鸿基，他一个人就比我北洋一个镇的军队都要有力量。他是有力量，可咱们怎么才能买得动他？县城啊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人不会被收买，就看你的筹码有多大。他到现在还没有被收买，那是还没有碰到像我袁世凯这么大的庄稼。你要记住我几句话：首先，你要找到他的弱点；还有，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一场大赌局，就看在何时何处发生。这最后嘛，这老虎要是喂饱了，就像猫一样听话。去吧。是。接连收到2封电报，念吧。两广总督周复电，乱党闹事，勾结会党，有攻打广州之意，来势汹汹，请朝廷派大军兼程赴粤，剿灭乱党。这个广州这个地方，真是不让我省心。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呢？应严斥周复，全力剿匪。周复年岁太大了，能顶得住吗？老佛爷所言极是，南陲之事，匪党共乱，宜认真对待。臣以为袁世凯知兵善任，派他去两广剿匪，较为合适。玉匡，你说呢？啊，奴才是这么想的。要论带兵打仗，目前就袁世凯和岑春轩2个；要论在广东的围网，袁世凯就输岑春轩一筹了。曲鸿基，玉匡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你看呢？臣以为带兵靠围网是对的，可岑春轩刚刚内调，而且身体有病，立即派他去两广剿匪，恐怕请太后定夺。岑春轩，臣在。你忠心为国，勇于治世，不是打今儿个开始的。我早就知道了。臣感激不尽。可有一件事儿，你到今儿个还不知道。戊戌那年，
皇上授你布政使之衔，你只知道那是皇上对你的超拔。可这会儿呢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我的意思。要是依着皇上的意思啊，你还升不了那么快呢。臣肝脑涂地，不足报太后恩德于万亿。现在呢，广东闹事，军机大臣们都推荐你再复出两广。我看呢，这事儿也非你莫属，你可要小心从事啊。臣恭领遗训。刚才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这君命如天命。岑春轩受恩深重，他是不会嫌辛苦的。是，他是个忠心的。忠心这两个字儿，可不是说着玩儿的。打！注意演出啊！开炮！杨大人，来，杨大人，这个东西我不能收。哎呀，嫂夫人，一点小意思嘛！啊，来，咱们回去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来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我要玩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让他玩吧啊！夫人，让他玩吧。啊！哎呀，玉鼎兄，杨大人，请啊。杨大人，咱们多年没见了吧？哈，玉鼎兄，你我乃同年进士，仍以名号相称，如何呀？免得这样生分呢。哼，不敢。不过杨大人，你那字号姓程当中的那个姓字，如今可是大大的有名啊。诗云：“红杏枝头春意闹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”可见非同小可。是其何幸？能有一姓字入诗，而且是千古名句，也不枉此生了。听人说，杨道即元道，故此诗之解说的是，你家门口的太阳就要下山了。你若不想让太阳早早下山，就看你怎么对待杨姓程了。不知是也不是？不错不错，正如所解。是其正是奉袁大人之命前来拜访吴大人。瞿洪基要完了，请吴大人助一臂之力。哼，瞿洪基乃我之，乃吴大人的恩师。那你怎么敢？什么敢不敢的？这不是胆量的问题，这是过日子的问题。吴大人，息怒息怒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些年你这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值得吗？我老师一身正气，所以大人您，我是穷，可我百毒不侵。吴大人言重了，这儿哪儿来的什么毒啊？袁大人说，这件事情根本就用不着勉强。他之所以找你吴大人，而不请别的人办这件事情，是因为袁大人他看中了你吴大人的大才呀。这是其一。如果事情办好了嘛，袁大人那边自有点小意思酬谢吴大人。
可确保吴大人及嫂夫人全家的富贵，这是其二。其三嘛，有一顶河南巡抚的红顶子，这可是一顶2品的顶戴啊。袁大人说，只有像您吴大人这样的有才能、有德识的人，才能承担此任。你说这是什么毒啊？是毒酒啊，还是毒药啊？吴大人，实话跟你说，你我乃同窗进士，袁大人却看不上我的这把刷子，否则的话，我管他是毒酒啊还是毒药啊，我杨世奇抢先就把它喝了，哪轮得上你吴大人呢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怕也没有人跟你说过这些话吧？这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今儿我世奇把它给捅破了，你也不必急于给我回音，袁大人也无需听你说什么。袁大人要的既是真才，也是实干。请吴大人好好想想，我明日再来。告辞了。你把东西拿走，拿走！你看，杨大人送给素儿的玩具里面还有这个。大人再次总督两广，有何感想？啊，这是皇太后对本大臣的信任，啊，可以说是恩宠有加呀。大人，请笑一笑。啊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绝不会有问题。咱们走人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这事儿不能在北京办，你去趟安庆，让恩明帮着办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别怪着我，孩子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啊，不能打老爷，就是老爷，拽着我，老爷，别打了，老爷，好不懂事，有事啊，老爷，教训教训，老爷，教训你，放开我，玩，我让你玩。玉鼎，这是干什么？你还哭，你孩子。呵，哈，真不错呀！哎呀，难怪人家太后夸奖袁世凯呀。人家北洋造的东西，真地道。哎呦，素儿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要玩。哦，要啊，拿着拿着，他们不给素儿玩，爷爷给素儿玩。哦，走喽。来，坐下。来，爷爷教你打大炮，这样打，咚咚咚。玉鼎跟着我这个老师，也让你受苦了。曲大人，哼，这活儿还挺细的。这是杨世奇，学生已经把他骂走了。你呀，我今天到你家里来呀，一来呢，这么些年我没来过，惭愧呀。好玩哈。二来呢，这回听话了哈。我怕你这性子，把事情弄糟了。学生跟着老师20余年，这点定力还是有的。
当年太后赏拔我原以为也是看中了我这点定力，后来久任书亭，才知道不仅仅如此。哎，太后确实是励精图治之人，她看重的是人才。多好啊！太后她用对了人。你说，我和袁世凯谁做的对？他怎么能跟老师比呀？以往我也是这么想，风洁俊丽，操守廉洁，绝不与腐败政风同流合污，让后人论史论事。也知道我大清并不是完全黑暗呢，所以我自己还拉着你，正日里遵循的是古代圣贤之道，眼里容不得贪婪腐败，更看不得那些缺德的人把持朝政。可我错了，错了，夜太黑了。道德操守只不过是一丝烛光，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，顶多再拉上一个你。可是道德的烛光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呢。那不怪老师，那是学生一时不慎。不，这和你没有关系。你仔细想想，咱们和庆王袁世凯斗，人家是打的什么牌，咱们又打的什么牌？咱们打了一张叫整肃吏治，表面上看正气凛然。昨儿个我才想明白，老佛爷不看重这个，他也不在乎你贪污腐败，可是你跟他离心离德呀，那你就是死定了。这一点呀，这么些年咱就没有想明白。你看看人家玩着闹着，又搞女人又搂钱财，可是政治上永远正确，屁股坐的永远是那正确的地方，那才是真高。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，那也虽败犹荣。哎，你呀，把笔墨拿来。做什么？拿来。玉鼎啊，老师来了还不给沏杯茶呀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你这是，老师，你这是要置学生于何地呀？爷爷，别走，跟我来！老师，你这次劫难，庆王和袁世凯花了大心思了，我是怎么也逃不过去了。
你弹劾我，我是个死；你不弹劾我，我也是个死。总之，太后不会再用我了。那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弹劾我呢？玉鼎啊，你跟了我半辈子，穷了半辈子，跟着我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啊。这一次，我想成全你一下。老师，不要打断我。你要说的我都想过。你弹劾我，在庆王和袁世凯眼里是大义灭亲，可在清官廉吏的眼里，你的名声会受到损伤。可我想啊，这点名声上的事，就如过眼烟云呐。老师，我不能让您为了我。我不光是为了你，我这么做，更是为了素儿和你太太。玉鼎啊，你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吧。这折子，你不要直接上奏。明天杨士奇来了，你把这折子交给他，你的孩子就有救了，你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给不了你的东西，我料定这一次全都不足了。玉鼎啊，听我的话，卖个好价钱啊！老师，